最近这段时间呢，特朗普一直单方面宣布战争赢了，但是战场上美军损失惨重啊，一众高技术装备呢，在伊朗的打击下变成了废铁。很多人就以为啊，只要美国的隐形战斗机出动，精准斩首了对方的高层，那么就代表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机器依然处于单极霸权的巅峰。所以美国特朗普才敢在海湖庄园里一直宣称什么战争已经非常彻底的结束了，我们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如果你剥离掉这些政治作秀的表演，去好好看一下这个后勤数据啊，还有地缘金融的资金流向，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泥潭的真实伤亡情况，你呢就会得出一个完全底层的结论啊，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赢，他们呢正被拖入一场用高科技破产换来战术拦截的战略陷阱里，而这场中东消耗战的最终红利正在向东亚转移。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武仁，感谢你的点赞留言和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盘点一下美以联军这份惨烈的战损账单。根据目前的统计呢，在开战的3周里，美国和以色列的装备损失维修成本就已经高达29亿美元。这可不是什么步枪加防弹衣的损耗啊，被摧毁的全部是不可轻易代替的战略节点。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价值高达11亿美元的 AN/FPS-132 早期预警雷达遭到伊朗导弹的重创。在巴林 AN/TPS-59 雷达同样被炸了。约旦和阿联酋的萨德系统雷达也未能幸免。大型预警雷达是整个区域反导网络的视网膜，戳瞎了视网膜，你几百万一发的拦截弹就是昂贵的瞎子。更致命的是空中力量的折损啊，在沙特乌尔旦亲王空军基地，美军一架极其珍贵且难以补充的 E3 望楼空中预警机在停机坪上被伊朗导弹直接摧毁。预警机啊，那是现代战争的大脑啊，这种资产的损失直接导致了美军在海湾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指挥盲区。与此同时呢，这个基地还有一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被炸毁，多架被击伤。更惨烈的是，在伊拉克西部的上空，2架 KC-135 加油机在混乱的战区进行空中加油作业时发生相撞坠毁，6名机组人员丧生了。加油机是空军的超级奶妈，没有他们，美军的隐身战斗机就成了短腿的看门狗，根本无法持续高强度的纵深打击。除了这些，美军还损失了1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单是无人机的账面损失呢，就超过了3.3亿美元。一面是特朗普宣布敌军已经覆灭，另一面却是五角大楼悄悄地向白宫递交了一份高达2000亿美元的战争补充拨款申请。各位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逻辑啊，如果敌人真的已经被打得彻底垮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国会紧急拨款2000亿美元来补充弹药呢？这就引出了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底层逻辑：非对称的经济消耗战。现代战争的本质是算账。伊朗发射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造价呢，通常只有几万美元。为了拦截这些廉价的飞行器，美军被迫发射单发造价数百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弹，甚至上千万的萨德拦截弹。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啊，美军就打出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多地库存面临枯竭了。但你的拦截成本是攻击成本的100倍时，战术上的拦截成功就是战略上的经济破产。这种神话的破产不仅发生在空中，更血淋淋地体现在黎巴嫩的地面战场。以色列国防军正在遭受40年以来最惨的装甲战损。珍珠岛方面宣称已经摧毁或瘫痪了75到100辆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以及雌虎装甲车。在3月26日的伏击战中，珍珠党甚至创下了一天摧毁21辆梅卡瓦坦克的记录。很多人问啊，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去哪儿呢？为什么保不住坦克？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反装甲战术被珍珠党游击队破解了。珍珠党大量使用了逆向仿制以色列长钉和阿尔马斯的反坦克导弹，这种导弹采用攻顶模式，直接从高空的灌顶攻击，完美避开了战利品系统侧重于水平防御的雷达盲区。战利品在正上方存在一个甜甜圈形状的防御死角，
同时，珍珠党精英特种部队拉德万部队主导这些伏击。这支部队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乌合之众组成的，其规模呢约5000人，其中3000人为一线核心的战斗人员。他们一改过去试图越境突袭的战术，转而采用防御性游击战。拉德万部队呢，它化整为零，以10人左右的独立战斗班组为单位，分散部署在距离边境10公里的防御带内。这些士兵多为本地人，对当地的喀斯特地貌、梯田和峡谷了如指掌。他们利用早期在朝鲜工程人员指导下挖掘地下网络隧道，在以军重磅炸弹的轰炸下存活下来了。然后呢，从地道中钻出，将以军的装甲部队引入狭窄的杀伤区。他们的战术呢，极具压迫感啊！利用俄乌战场上成熟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和传统反坦克导弹形成饱和式攻击。FPV 无人机飞行速度慢，容易被主动防御系统的速度过滤器当成飞鸟或者背景杂波过滤掉。拉德万部队先发射一枚常规导弹，触发战利品的拦截系统，在系统重新装填的0.几秒空窗期内，第二枚导弹或者 FPV 无人机紧随其后，直接命中装甲。在重兵集结的狭窄山地，以军的高科技重装甲成了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铁棺材。那么，为什么以色列的战斗力会下滑得如此之快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常被忽视的军事经济学问题：兵源透支与内部崩溃。为了应对多线作战以色列计划并正在动员多达40万的预备役军人。以色列总人口不过900多万，抽调40万核心青壮年劳动力进入战场，意味着特拉维夫的科技公司停摆，海法的物流中断，农业无人收割。更致命的是，以色列军方正在面临巨大的裂痕。以军参谋总长埃尔亚扎米尔甚至罕见地拉响了10个红旗警报。警报如果不能通过极端正统派的征兵法案以及修改预备役法案，这支军队可能随时从内部崩溃了，因为预备役部队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了。以军习惯了短平快的6日战争，他们整个国家机器和经济结构根本不支持数以10万计的劳动力在黎巴嫩的泥潭里耗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避免落入拉德万部队的反坦克陷阱，以军的推进速度被迫放缓了，采用装甲推土机开路、步步为营的慢动作机动。这种战术虽然降低了瞬间伤亡，却把战争拖成了一场以色列最不愿面对的持久消耗战。更深层的致命伤是以色列极度缺乏战略纵深，且资源过度集中，完全无法应对长期的多线防空消耗。当前以色列正在面临7条战线的绞杀，其中最致命的来自于伊朗、黎巴嫩珍珠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的多维打击。从地理上看，以色列国土狭长，没有腹地，它的核心空军基地如内瓦提姆、拉马代特维、经济中心特拉维夫和能源港口海法全部暴露在敌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在战争进入中段后，伊朗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发射容易被美军防空网一次性拦截的庞大导弹蜂群，而是改为全天候零星骚扰。伊朗每天只发射大约10枚左右的弹道导弹，将其分散在一天内不同的时段发射。弹道导弹从伊朗飞到以色列只需要10到12分钟，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全国的防空警报每天要不定时的拉响几十次。一次警报呢，数百万平民就必须放下工作躲进防空洞。这种战术极为阴毒啊！它不需要炸毁你的城市，只需要用极低的发射成本，就能让以色列的社会运转和经济生产陷入永久性的瘫痪，实现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绞杀。此外呢，伊朗在后期的打击中，高达70%的导弹换装了集束弹头。当集束弹头在特拉维夫、拉马特干等人口密集区或者军事基地上空散开时，其覆盖面积和破坏力呈指数级上升。即使铁穹和箭矢系统能够拦截载弹体，散落的子炸弹依然会造成大面积的杀伤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对于一个没有战略纵深、防空拦截弹库存正在见底的国家来说，这种持续数月的放血战术是致命的。最后呢，我们把视角拉高看一下这场战争的宏观大局。美国打的这场战争的公开叙事是维护中东稳定，保障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
但伊朗的战略反制直接切中了美元霸权的大动脉。伊朗利用各型水雷以及海量低成本无人机，实际封锁了全球20%石油运量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的扫雷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清理这条水道。更戏剧的是伊朗在海峡设立了海上收费站部分船只只要缴纳安全通行费即可通过，而这笔费用呢，伊朗指定要求用人民币结算。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眼睁睁地看着全球能源咽喉被封锁，看着商业游轮为了活命，在美军航母的简皮底下用人民币向美军宣布为恐怖主义国家缴纳通行费。美国耗资千亿发动了战争，非但没有捍卫石油美元，反而以最暴力的形式在全世界面前为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做了一次硬核的武装背书在这个博弈模型中，美国为了击落几万块钱的无人机而疯狂消耗其需要数年才能补充的精确制导弹药，以色列为了几十公里的缓冲区透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兵源，而中国正在稳定推进全球能源体系和底层置换，并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供应链上彻底拉开了差距。美国发动的不是一场针对伊朗的终结战，而是一场无意中加速全球金融霸权更迭的催化战。当一个帝国必须要靠印发数百亿美元的国债去购买昂贵的拦截弹，仅仅为了击落对手用摩托车发动机组装的廉价飞行器时，当他的盟友发现即使美国航母在场，自己依然需要用人民币去交买路钱才能运出石油时，这个帝国的威慑力究竟还剩多少呢？西方军事体系的底层逻辑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硬核分析。我是五人，感谢你的评论、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